可以了。他要放麦。他没有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他直接拿进来呗，哎呀，我也有嘛，拿进来，是，小一样巫见大的吧巫那个。你多早以前就知道我们会访问你？上1个多星期吧，2个星期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红星之前，红星之前就通知你吧？哦，红星之前哦，通知 OK，是。是吧？是吧？是。你这边你要把话给讲清楚，要不然人家真的以为人家热腾腾的中了红星才有机会来做嘉宾，这是你说的。是不是很早就通知了？这个是要拿过来吗？还是直接拿进来吧，就整个盒子让整个盒子他看到我们原装是什么嘛。好因为现在很少人收原装了，you see。对，因为哎呀，我第一次嘛。全听你说，直接放着吧。可以。这个可以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哦，首先就是这个观众投选的买配，最讨人厌大反派，默默付出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尝到得奖的滋味了。看一下好不好？那天我来不及拿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！哎呦，重量嘞！当天囧耀得到这一个奖的时候，他在后台他就哭了。喜欢囧耀，支持囧哥的朋友，今天是无限量投票，请多多支持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大家给一个鼓掌，好不好？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被观众投选最讨厌，被讨厌的喜欢是什么样的滋味？我觉得我不会反感，因为你把角色演好，人家相信这个角色就是坏人，就是这么讨人厌。所以我得了这个奖之后，我就赶紧在呼吁说，讨厌钱南花这个角色的人，你们成功了，你们任务达成了。可是喜欢囧耀的朋友，请记得继续投票，让囧耀可以顺利拿到10大最受欢迎。27年了，是，一步一脚印，终于站在红星大奖这个舞台上，领取我的第一个正式的奖项。这样第一次入围哦。第一次入围，当我知道自己入围，就是公布我入围20大了之后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都在 social media 或者是 direct message 我，就是说给我很多很暖心、很鼓励的话。有一段我记得最清楚，就是终于看到你入围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帮你投票了。当天第9个名字都出来了，还没念到我的名字。最后一位了，这一位如果把名字说出来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替他开心的，真的。我当时想的不是说我会失望，我当时想的是，哎呦，原来如果万一我不上台的话，会让这么多人失望。那个压力是真的是很大的。然后终于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之前还 hold 得住，可是我一上台，我告诉你，你看有人等了1年，有人等了6年，有人等到60几岁，有人等了27年，黄囧耀，恭喜你，囧耀！恭喜，太感动了。黄囧耀，看到全场的观众那种欢呼声，我真的是压抑不了我内心的感动。来，不要哭，说，没事了，加油。加油！ 27年真的不容易，人生没有多少个27年。有人第1年就已经把该拿的都扫光了。OK， 等下这句话危险，危险，危险。囧耀是一步一脚印，27年第一次站在红星大奖这里拿第1个奖。哎呀，27年的那个漫长的等待，跟化为最后的这几句话哦，这个是一个多长的一个等待。但是你自己也讲，在这个当中太多的惊喜，你觉得自己当天的表现有一点点的可惜啦哈，就是没有完尽善尽美。如果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都是跟你致敬的，都是跟你致敬的。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更想要感谢的人，或者是你没有讲得更好的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是因机会为坦白说，有很多人该谢的忘了谢。你要快点拿着奖再谢谢他。OK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我想说的是，
27年一路走来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是冷暖自知。可是我真的额外珍惜27年来每一位给过囧耀帮助、给过囧耀机会的贵人们，大大小小的机会，我真的都把握。所以告诉大家的是，谢谢你们，我终于没有让你们失望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真的要感谢所有五湖四海兄弟姐妹、亲朋戚友，所有 brothers sisters 们，是你们把这个奖颁给我的，是你们的支持，你们把这个奖交到我手中，这个奖项我要和你们分享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是一个得奖之后让我觉得那个热血还一直在沸腾，然后特别珍惜的一个人，实在太不容易了。对，在这行真的不容易，所以我也不会要去哭哭啼啼告诉人家我受了什么委屈这些。还有一个让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的，就是我有一点小遗憾。我家里3兄弟嘛，3个孩子里头最不让父母操心的孩子。可是我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当演员这个行业，不务正业。不是这么稳定的一个职业，是，因为你不晓得你能够走多远，是没错没错。那我一直都很想让爸爸妈妈知道说不用担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可是我爸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了。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等到一个奖项才证明囧耀没走错，因为在父母的心里，没有没出息的孩子。是，当然。最重要是。不是说一朝得名，大家众人皆知。在我们很早之前就想安排你，我觉得囧耀的奋斗史是值得大家去学习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她是才华横溢第4届，秀珍是冠军啊，然后女冠军、男冠军是沈清善，明顺是亚军。你记得当年主持人是谁吗？当然清楚啊，就坐在我面前呢。OK， 好的。我相信你也不知道，当时我眼睛左眼是接近是瞎的，是看不清楚。对不起，真的。其实当年因为大家都知道秀珍是她的眼睛就是感染了，受感染，然后就眼睛很红，所以大家都只知道说秀珍的眼睛是受感染了。同样是眼睛受伤，但是你却无人问津。我当时我的隐形眼镜我就没有洗干净，那就细菌感染，我就只好就在马来西亚的医院，所以我就在那边就医了。我人生第一次感觉自己会瞎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它药物产生作用了嘛，开始流脓，然后我真的会怕，然后我开始左眼看不到东西。告诉你，当时是怕的，压力太大，压力太大了。然后终于2个星期熬过去了，然后最后我还记得，终于大决赛的那一天，我真的是求医生说可不可以放我出去参加比赛。比赛完了，我马上回来，因为他是原本不签纸让我出来的，因为他知道说是我必须还留院观察的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好不容易杀入大决赛了，我觉得说不要有遗憾了，我真的很热爱表演。你在舞台上你看得到东西吗？那个时候？对，这个正是我要说的。我现在跟你做一个实验 ，OK？ 我的手指在这里，你手指从上面这样碰到我的手指，来，这样。对啊，碰我的手指，对，碰得到对吗？好，你现在左眼盖着，我一样的距离，来。在哪里？我们不是假。再来一次。再来，我没有动哦，我手指都在，碰不到对吗 ？Oh my god！ 那也就是说，其实你的对焦是有问题的。对，没有距离感的。所以当时我是在没有距离感的情况下是这样来比赛的。可是当时我还记得右边我打啪啪可以，可是一转过来我会慢半的，因为你看不到东西的其实。所以你就得了，也不算得前三甲了 ，OK， 已经前6了嘛。前6，所以比赛完了，我觉得公司可能看到我的对表演的热忱，可能觉得我有一点点才华。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是在柔佛州，是看得到这边的新传媒的电视节目的，所以我也看着那时候上一届是景梅他们那个比赛才华横溢出新秀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如果在新加坡演戏是怎么样的？那可不可以大概透露，就是那时候才华可以给你多少薪水？你的起家1000，扣了 CPF， 扣了 CPF 拿回家，当时800，对800，所以当时我没有办法在新加坡租房子、租房间住。为了省钱，我在 JB 租了一个小房间。房间多小呢？就是你放一个单人床之后，就剩下一个单人床的位置而已。那我就买那种太空厨，所谓太空厨就是几个铁架、铁枝，然后你就这样拼起来，然后就一块布这样套着，就是拉链的啦，拉链的布的 OK 啊。对，你放重一点就倒了那种。所以我是这样开始的。然后哦，为了省钱，我甚至比如说我会在 JB 买
经济饭、杂菜饭。哎呦，因为 JB 你换过来新币，你省很多啊。新加坡你的杂菜饭也不便宜，是新币。可是我觉得啊，囧耀可以这么挨得住苦，是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是从小家里就很穷，你就要找当家。是，我们家呢是我爸爸，每一天要在凌晨4点半就要起床，驾着他那个老破旧的车，然后要翻山越岭，所以那些路哦是真的是你必须这样上山绕着，然后上到山顶，然后再绕过去。是。你的山路你这样走，旁边就是悬崖了，是那一种。然后我爸就是每一天4点半这样过去，去到那边芙蓉才有报纸卖。那这个过程大概都1、2个钟头了吧？对，当时虽然年纪还小，我印象最深刻有一次就是我爸有一次他出门了，然后突然敲门很急促，然后我们全家人都惊醒，然后去开门，看到我爸爸有流血。原来他的车冲进山崖，可是当时幸亏还不是上到很高的地方，就是算是山沟吧。然后他是自己慢慢爬上来，然后拦车回来家里，然后身上有流血，所以我当时就很心疼。我虽然很小，我当时小1而已，我还记得，我就很心疼爸爸。我觉得我爸爸赚钱真的不容易，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，那之后我每一天都陪爸爸，真的凌晨4点半陪爸爸一起去芙蓉，拍完报纸回来换校服才去上课。哇！所以我从小就已经是这样，知道说爸爸辛苦，妈妈辛苦，然后我就要把责任一肩扛。对，把书念好，然后要脱离这个困境啊。但是我觉得你天生这个聪明的基因也是在，因为你的这个读书还有你的品学兼优，才会让你的叔叔给看到，然后把你从小小的这个小乡村拉到了芙蓉这样的一个城市，让你的世界观又再开始转变一次。是，当时我们的小学的检定考试，我们只有5科，我5科都拿 A。所以叔叔他是当老师的，那他就觉得说，如果成绩这么好，不要浪费了，就去城市，可能可以见世面，然后去比较好的学校念书。而且你这么谦虚的讲哦，其实你的课外活动听说不只是课外，你还是周手。是，那就很厉害啊！什么周什么手什么手，你要讲一下啊！篮球，对，因为我爱打篮球，圣美兰州的州手。彭宇不是也是周手啊？羽毛球的周手。对，圣美兰州2个体育运动选项都在我们这里。是，篮球周手。所以也因为这样 ，SPM 这里叫做 O Level， 就是 O Level 我的成绩不错，可以直接跳进大学，我没有去读 A Level。你考上大学的心情是怎么样？兴奋的，还是也会担心没有钱？当然是开心的，一定是兴奋的。可是当然学费是一个问题，所以我都在办公读。我们当时每一个刚刚要报名的第1年的这些大学生，都是父母在开车载着，然后来报名处理办名手续啊这些。我还记得就是用那种你知道那种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你的奖杯放好。你知道这奖杯会佛教的吗？你知道洪兴大奖它的整个价值，这个琉璃总共有4公斤重，而且它一个价值大概是1300多新币，也就是1000美金。因为我看他在那边，你只要手一趴，他掉，我们赔不起 ，sorry。是。你说你上大学第1天那个，对，当时第1天报到，父母驾车载他们去报到、处理手续这些，而我呢就是一个自己骑着我的小铁马，然后我还记得，因为我们就是大学大1的学生都是住在一个港崩，当时只有我1辆摩托车泊在那边，所以你要么就在宿舍里头吃马来饭，因为宿舍只有卖马来饭。我就会叫摩托车出去那个离我们大学有一个小镇啊，有卖杂菜饭，我就叫摩托车去，然后就也帮同学打包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慢慢我就觉得说，不然我这样，那我就跟同学们说，好，我每天风雨不改送到你们的宿舍门、你的房门，然后外面卖1.1，我收你1.2，赚1毛。你跟他们讲明？对，我讲明的。OK。然后慢慢传开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，后来是可以去到几10包。哇，你是全世界最早的潘达嘞！对，这个是我自己创业的哦，真的，我自己发明，因为之前没有人这样做的，是，然后我就这样做，然后我很骄傲的是，到今天为止哦，还有人延续这个东西，就是大家看到商机，然后也可以帮补学费。所以你在大学的第1笔自己的学费或者自己的那个3餐就是自己这样赚的？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小小帮补一点生活费啦。这个是让我一辈子留在身上的。为什么？我记得有一次哦，因为下雨，雨天路滑，然后当时我这样子，当时也是一个，它好像叫上个岭马上要左转的地方，到那个宿舍后面就有一辆摩托车，它就从左边这样直走，我一转，然后一撞，我整个人，然后就留下疤痕，到现在都。我看一下，大学生的一个光。然后你看，哎呦。
见骨头了吧？那个时候，对，然后就要缝针啊什么的。你那个时候受伤了之后有自己送医吗？还是自己？当然也是自己去啊，谁理你啊？那个就是肉在那边是痛啊，那个bike扶起来就是这样就去 clinic， 然后就去看咯，然后就缝针咯。也不跟家人讲，也没人可以分我爸妈享。完全不懂。我从小就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孩子，所以说到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工作经验，就是好，这个是每天的，然后下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放2个星期的假期，或者放1个月的假期那种短的，我也要把握时间去赚钱呢。我就是去打工。那时候因为好像只有2个星期的假期，那我没有办法，我要去找工作，找什么呢？你又是学生而已，能够做什么？就是去餐厅当服务员嘛。可是问题是每一个餐厅，我又很老实说，我是学生，我想要短暂的打工，人家都不要。然后后来我经过一家夜总会，我还记得当时在门口那个员工就说：“哎，老板这么早啊？几位？”可能我样子比较成熟。OK 然后我说啊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这边请人吗？他原本的笑容马上找工作，明年再来了，现在要做生意啊。然后就这样子在夜总会当这个服务员，当侍应生。我告诉你，凤姐，电视剧演的有很多事情，当时我活生生的看在我眼里，一切真的，夜总会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。你爱上武小姐？没有这么早吗？我讲什么故事？是吴小姐爱上的，没有开玩笑。是吗 OK， 你在里头当服务员，你不是这样拿酒给人家哦，是比如说啊，酒客在嬉乐，在开心，然后你就是，比如说你一进去就是跪着，然后倒酒，然后就是哎，老板喝酒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？啊，然后老板开心哦，有的老板呢就是桌上有一个杯，那个杯他已经换了一块一块的硬币，然后就说你拿了，或者他会自己拿给你，这个是只能小费。拿几个？一次可以拿多一点。我也不好意思拿多啊，我还记得我很感恩的是，甚至有些时候到了酒，然后给老板了，老板有些时候忘了在开心，忘记给，吴小姐会帮忙，那小姐姐们就会帮忙。哎呀，老板给人家 tips 啦，然后哇，这男人可能就女人叫我给的，可能就给1张50，哇，给1张10块这种。哇，那个就是当时好像只做了12天呢，还是10天，我忘记了，大概啦。我算那个 tips 哦，我拿到是整2000块，12天而已。对，就真的活生生是有这样的事情的。所以我在这个行业演了这么多坏人，甚至黑帮什么的，是真的是我亲眼看到是这样的。所以人家说一个天才演员，他还是要经历一些人生的百态，才有一点反应的嘛，对吧？是因为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的。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让我比较早熟，然后比较人生历练也比较丰富的一个阶段。你做这件事情，你有跟家人说吗？我父母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，除非他现在看了这个节目。所以你等于就大学毕业没多久，你就开始就步入大学毕业我就当艺人了啊，我就真正正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。我听说你有去上过1堂课，然后在那一堂课，你的脸被打的哦，都撞地了，你才更清楚知道说啊，你对这一行的执着跟热爱。是在马来西亚演员训练班的那个时期，他演员训练班当中，他也会偶尔给你去当一下临演。我还记得当时当临演，就拍一场戏，当时那位是资深艺人，那一幕应该是他生气要抓我，就是啪，就是那一种的。可是其实我现在当演员，我知道是可以借位或者是借力之类的。可是我没想到他是来真的，因为可能导演也觉得说，哎呀，新人一定不行的啦，不必这么多次了，就来真的。没想到那一下，咣，我真的是怎样攻？他甩你的脸，就是在挣扎抓我的头，就是我的头本来在这边，就嘣这样就敲去地上啊，然后我就整个我傻掉了。刚刚我也不敢出戏，也不敢什么，就是自然反应啊，然后也很好啊，自然反应完就是被打傻了。可是过后这场戏拍完，我自己进厕所。我真的是对着镜子的自己说：“这个是你要的吗？我要走这条路吗？”当时的我有问过自己，可是后来我告诉自己说：“这可能只是你的磨练，或者是只有这一个人是这样。改天，这个是我告诉自己咯，改天我当成一个真正的演员，我不可以对别人这样。”你在这个行业有没有最难忘的一个事情？就出道了啊，最难忘的一件事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好不容易入围主妇的假期啊，最佳男主角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我后来有听到的就是，有人竟然讲说，啊，为什么让他进去 ？He cannot make it 啦，传到我耳中。你也不会去讨个说法？我也没有去讨说法，因为我觉得说，
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每个人有他喜欢或者不喜欢，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啊，这个对我的磨练呢，我就好好的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好。可是你说不失望不伤是骗人的。那你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没有让你很失望的事情？就是可能你再努力都讨好不了人，你再努力都没有办法突破你这么谦卑的心。OK， 事件是这样的，刚刚就说了嘛，因为我爱打球，当年我们有一门的新传媒里面部门间的比赛，那当时我就是我们这个戏剧组的篮球队的队长啦。然后我记得有，比如说后天是大决赛，我当天会去拍戏的。我还记得我们要去 TWAS， 可是那个就是逃难的那种戏，我是可以不用化妆，就是乌头垢面的那种的，就是根本也不应该化妆的。好，我就前一天我就问那个 AP， 我说请问当时是几点会拍？说如果是时间配合得到，我们一起出发。我只是问而已哦，我说能不能够？如果是万一我要打到6点半、6点45分，我自己驾车去。好了，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有拍戏的吗？平时这个导演跟我有说有笑的，我没想到那天我会上车，导演早，上巴士，导演早，他不应我，不理我，奇怪了。好了，他也不骂我，到全部的人都已经上车了，车开了，他就开始骂了。炯耀，你明天那个是什么比赛啊？为什么我不知道啊？我就哇这么凶，什么事情？我就跟他解释。他说你们这些演员就是这样，有没有经过老板的批准的？结果我就傻掉了。后来他讲说，到底有没有上头的approval， 有没有批准的？哦，我自以为我很单纯，是因为我没有通过上头正式通知他这个事情是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我会去问主管，也说好没事，我们会去跟那个导演说，然后明天你还是一样代表我们 drama 比赛。我就傻咯，我就是比赛咯。结果我们5点开始比到6点多的时候，哪知道我就奇怪，看到为什么他们不出发？后来监制下来，我就傻掉了，我就开始手抖了，我在打球已经手抖，然后2个在那边，然后好了，监制叫我出来，好了我就去，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出发？我就傻掉，我说不是说我以为可以了吗？我就乖乖出发拍戏咯。我告诉你，一上车就一直被骂到现场，有理说不清。可是我觉得整件事情，如果你换另外一面想呢，我还是不站谁。我先说，因为我也没有当下的 picture。很多时候，男孩子碰到事情会 take it， 我以为，然后把重点给抓错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行业是讲群体的时间，是。你真心觉得这么简单吗？你真的拿到 approval？ 不是，你听不懂。可是我真的听不懂啊，因为我以为说只是因为我没有 approval 就自己要这样的要求。可是我都讲了，前提是只要你说我要一起出发，我就一起出发啦。是因为我没有 approval。你要看到他已经生气了啊。我以为他生气的点是没有 approval 啊。好 ，OK。那我是不是sorry 是我不懂那个 SOP， 我就去跟上司讲这个事情。一个判断的错误造成了一些遗憾跟一些误解，对吧？你这个东西我们历史不能重塑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缘由。是。所以这些年下来，你自己塑造了很多的角色，有没有什么经典角色是你自己觉得非常难忘？我觉得最难忘的当然是我第一次入围最佳男配角的角色，而且也是最难演的角色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我演的是王沙叔叔。陆地闽南是我经常人背，路到密地，我家就来。王沙叔叔是当年大家都这么喜爱的喜剧泰斗，我们是国宝级的艺人，这红到香港拍电影的。我还记得当时是原本这个角色坦白说是韶光，然后因为当时韶光也有另外一部戏也要 cast 他，当然最后是韶光演另外一部戏。后来公司要找演像王沙的，全公司我挺幸运的，我就是最高最瘦的，所以至少说高瘦这个外形上已经是让公司想到我了。可是我压力也很大。第一，本来是师弟级的人要演的，第二，王沙叔叔刚过世不久，你演的稍有差池，就是大家就会 shoot 你说我们的王沙叔叔尊敬不是这样的，你破坏他形象还是什么的，压力是很大的。是，我还记得当时造型的时候那位监制他看到我穿背心，我其实是运动员，可是我却是属于瘦型的，就以为我很瘦。没想到我穿背心的，就看到我那些 muscle 了。没有，是真的。OK， 好，你竟然笑我。我们很多 cameraman 都
没想到靠 muscle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也是当年每个人都误会的。我还记得当时，那位监制说啊，原来王莎有肌肉的，我就觉得，哦 ，no， 我真的从那一天听到那句话开始，我每天只吃一餐，这个是很变态的，坦白说是不应该这样，我不鼓励。可是当时我要最快的速度下瘦就是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你当年塑造的那个照片，还真的像。无啊言，行为端正一支枪呀，啥把枪啊？他叫我做新娘，没有条件，只要钱呢。而且我知道你在演这个的时候王莎叔叔的另一半呀，是，我都觉得特地来给您跟您讲。对，这个是我觉得很感动，真的是很感动、很感恩的一段，就是当时戏剧播出的时候有记者就是访问王大嫂，没有想到王大嫂就给了我很大的肯定跟鼓励。他说囧耀是一个很努力、很用心的演员，因为囧耀没有机会接触王莎叔叔本身，可是他却是拿捏他的神韵最像的。王大嫂说她自己看了都掉泪。我拿着那个篇报道，我真的在感动，在哭。你怎么去抓到那个神韵的？你就是说了，但你没跟他相处过，你在家里自己这么逗自己。我分析观察能力是挺强的，模仿能力也还不错的，所以我就抓得到这个神韵。因为没有人天生五官是一模一样的，那你只能够抓到神韵。有没有在拍哪一场戏的时候，是你入行到现在你觉得哇很过瘾或很难忘的一场戏？过瘾倒不敢讲，可是非常难忘的，就是比较近期的啦。最后的夫人 Last Madam 那场戏呢，其实是讲的是很 intense，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。OK， 他们写那场戏本来是什么呢？我去到那边，他把所有的美女叫出来，任我挑，服侍我。因为他知道我来找事情了，可是我都看不上眼，我就是要你亲自服侍我。那他在服侍我沐浴更衣什么这些的时候呢，我就会问他很多东西，到最后我就会把他给掐了，然后压在那个水桶里头，沐浴桶。可是当时出了一些状况，原本制作组他们订的那个桶就是古代的，因为那个年代剧嘛，是古代那种沐浴桶。可是没想到它真的是只能够容纳一个人的桶，所以好了，我们改成怎么样呢？没有沐浴，就是这样，他帮我脱了衣服，然后就是这样站着，就是对白要讲，然后也有肢体的接触这些。我很庆幸，我也告诉维秀，我说我很庆幸遇到的是这个时期的维秀。我说，因为他毕竟人生历练很多了，丰富了，也是孩子的妈了。然后我也很谢谢维秀，他也很敬业乐业的去把当时人物该有的状态，而我也很投入的去把它给做好，所以做的很过瘾，而且带出那个该有的那种危机感、激情，因为我也会欣赏这个女人，毕竟是有姿色的，我也会喜欢她的。可是我却要把它干掉，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。可是我们大家都很顺利的去把它完成。然后我也凭这一部戏这个角色入围亚洲最佳男配角。行，那我现在来跟你来演一场看看啊。你要演什么？我要演微秀。不行，我没有做事，我没有安全做事，你也没有安全做事。你这样坐上面，然后忽然这样狠的那个演员，就是我想要看坏人的囧耀，真的是马上来戏吗？我说你碰到我像我这种很不正经的，然后你要突然对着镜头，然后很凶的那个眼神。OK， 收这架机啊，然后我坐在这边，然后你会忽然，哎呀，真的很容易来戏，你就这样忽然抓住我，然后对着镜头那种很狠的那种。OK。3、2、1。Oh no! Oh no! 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得奖吗？可以得奖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演得很好，他演得很好。你那个怕是真的演得很好，很棒。你有那个张力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来就来，你有那个压场的那个力量。演员就是要这样，我觉得是。谢谢。其实我们这一行啊，就是永远活在掌声跟鲜花之后。那不管你付出多少，有人看不到，有人可以得开花结果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不忘初心。但是这一路走来是肯定非常辛苦的，有得必有失。那囧耀一定有一些话想要对过去的自己安慰一下，告诉他一些什么话？当年的我其实觉得挺遗憾的。小学的检定考试，我的成绩不错，就是我可以申请亚细安奖学金来到新加坡继续念书。可是最后一个
口试的时候是用英语的，然后我就很遗憾的就失败了，因为你不因为常说，我是华校生，所以我是对自己的英语是很没有信心的，所以就导致最后就当然是失败了。对，所以我想对当年小六的囧耀说的是，虽然当年你非常失望、非常自责，然后觉得很遗憾，辜负了父母对你的期望，可是我想说的是，现在的囧耀还是过得很好，虽然爸爸看不到了，可是我相信妈妈也还是会为我骄傲。是。然后我在这边我也想说，囧耀大家都看到，我还是要必须再重复一下，27年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那么在接下来你要保持什么样的一种心态，让你在这条道路继续坚持下去？首先拿到的认同是最受欢迎，10大最受欢迎男艺人。那我梦寐以求想要追求的当然是最佳的演艺奖项，希望说不必再等27年，囧耀就能够真的获得最佳专业奖项的认同。我觉得演员是可以当一辈子的，只要你那团火，那个热忱还在，不管你走多久，哪怕是走到你老，走到你死，因为演员演绎的每一个角色有不同的年龄层、不同的阶段，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我能够继续走下去，我会更坚持的走下去，就本着一个很简单的初心，我就想当一个好演员，我就是黄囧耀。如痴如醉，让你这个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的一辈子干杯！希望看你演一辈子的戏都不谢谢不厌烦凤姐。来，我们如痴如醉的人生，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。干杯！你就一辈子不要醒了。这个是真心话，我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吗？你要拿走这个杯子吗？不是，你是我一直很欣赏的主持人。我真的还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和你一起联手主持一个节目。哎呀，我怎么敢当啊？是真的。哇，没有水了。没有水了。你还真渴，你要不要喝咖啡？不，白开水可以了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来芬。哎，你给他什么 ？Tips 啊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